301的专家告诉习主席，说他能活到150岁。我作为习主席的平替，是观众们说的，不是我自封的。我猜啊，他表面肯定是端着的。有成果，继续努力，要放平心态。功成不必在我，但他心里想什么？150减去72，怎么算来着？我数学不太好，但我可以无限连任啊！哎呀，这你上哪儿说理去？怎么算不重要，反正我能干到天荒地老。宝贝儿，我寿命有点长，你忍忍啊。他要再当70年皇帝，咱们就得再熬70年。这哪是活着呀？这你妈简直是活受罪！你可能以为他想活150岁，是因为长寿有多厉害，不是因为当皇帝太舒服了。舒服到什么程度？舒服到可以随时改规则，改命运，改你我的人生。舒服到把全国人民当成维稳工具，当成政绩数字，当成他的移动器官库，而他的所有舒服都是我们在痛苦的买单。那我们真的就毫无希望了吗？我们就只能这样被困一辈子吗？不，这支视频就是要告诉你希望在哪里，而且它跟你以往看到的所有视频都不同。坚持看到最后，结尾还有彩蛋哦。我们先看看中年人的生活是怎样的。上班、下班、吃饭、带孩子。上班、下班、吃饭、带孩子，直到某天早上突然发现公司破产，这时你才如梦初醒。人生下半场如逆水行舟，就算你拼命划，也未必能到达彼岸。更何况茫茫人海中，你现在连一艘小船也没有了。人生真的没有希望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No no no， 选举没有一张反对票一定是假的，人生也不是真的没有希望了。你说太落后。大刘在电厂当了几十年工程师，没人知道他脑子里装着宇宙的尽头。直到46岁，他写出了《三体》，全世界才发现，原来中国也有科幻。肯德基老爷爷65岁才开了第一家炸鸡店，之前他开过加油站，当过锅炉工和货车司机。他最初拿着炸鸡配方，开车一家家餐馆推销，被拒超过1000次，才找到第一个愿意和他合作的人。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未来要走向哪里，也常常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失败者。但我想告诉你，人生从来不是一条直线，就像海上的帆船，你不知道下一阵风吹向哪里，但你唯一能控制的是抓牢船舵，不随波逐流。很多人啊，表面看起来一帆风顺，实际上呢，不过是运气好，撞上了风口。但谁敢说下一阵幸运的风不会吹到你呢？连如今屡次全票蝉联的大孩子也有过有味道的过去。就是那个导气管啊，堵塞了，一突开啊，见了我满脸喷粪，满脸是粪啊。你说啊，当众被满脸喷粪，这谁受得了？但偏偏啊，他就受了，还悟了。有人从苦难中学会反省，但他从耻辱中学会了报复。
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被喷，我要做坏人，我要喷全世界。这一喷呢，直接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，战狼外交正式上线。朝气是不长眼睛的，还有化粪池的导气管是不通的。全村260户，大粪攒起来这么大一池子，怎么攒到一起的？我被满脸喷过粪，你被喷过吗？村东头村西头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有干的有稀的，怎么攒到一起喷到我脸上了？这个大粪是无价的。你可以不喜欢习近平，但你必须承认啊，他赢了。从陕西窑洞爬到中南海，从被满脸喷粪的屎坑少年，变成了一个打算再统治你70年的皇帝。你以为这只是侥幸？不是，他用了中国几千年来最古老但最奏效的那一招，厚着脸皮，黑着心，永不下场。而他嘴上那一套为人民服务呢，你看清楚了吗？口号是给你听的，权力是要牢牢抓在他手里的，饼是他给你画的，好处呢全是他得的。这就算了，你还得谢谢他。不信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。我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，很累，但是很愉快。看懂了吧？说的是人民至上，干的却是权力至上，还有给自己续命。你累了你歇歇不行吗？你倒是让李克强上啊，结果呢，人没了，话也没人敢讲了。所以啊，今天这支视频最重要的一句话来了，不是要你变得厚黑，而是要你别再被厚黑所操控。你不是皇帝，不需要千秋万代，但你至少该争取为自己活，不为别人给你编织的幻觉而活。有时呀，我甚至觉得我们就像楚门的世界里的楚门一样，生活在一个完全虚幻的世界里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，早上起床眼睛睁开就知道今天会跟昨天一模一样，你甚至可以预测中午点什么外卖，老板会讲什么废话，回家以后你会刷哪些视频，几点睡觉。你不是不想改变，而是你已经不相信改变这个词跟你还有关系。你嘴上说躺平，其实你是跪着；你自称佛系，其实你是麻木。我们活在这个被设计好的世界里，从小到大，有太多人在替我们决定意义是什么。听话，吃苦，感恩，别问太多问题。你拼了命加班，房子买不起，孩子养不起，退休没保障。那现在延迟退休，你连自己能不能熬到退休你就心里都没数了。他们却告诉你，奋斗是美德，吃亏是福报。你明明是被收割的对象，却被洗脑成了自我感动的工具人。这就像是你掉进了陷阱，不但不骂，还回头谢谢给你挖坑的人。你以为自己很努力上进，其实呀，你只是入戏太深。比如这位买到了恒大烂尾楼的老麦就是个典型。老麦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大家好，我是 Max。 现在流行躺平，小年轻们个个都说自己躺平了，我就看不下去了。我拒绝躺平，除非 BGM 是唢呐。
停！保安，把那个唢呐手给我拖出去。我有点没有控制住我自己。咱还年轻，岁数不到呢，不是？还不该放这个曲子呢。习主席说，大伙儿都能活到150，活着就得努力，是吧？我就老努力了，努力的把我老板都给惊着了。他甚至以为我要接手他的公司。这不上周末我在家看着孩子读英语，有个老板的未接来电，把我给吓的呀！我就着急忙慌，我就往公司赶。我到公司我一看，这公司锁着门呢。我就给老板打电话，他说：“喂，老板啊，我搁公司呢，你找我呀？我没看手机。”要不怎么说这怀才啊，它跟怀孕一样，时间长了它都藏不住，你知道吧？一个电话，我就让老板对我刮目相看。老板说：“老麦呀，没啥要紧事儿，就是跟你说呀，公司上午刚换锁了。你咋进的门啊你呀？咋的？你是公司财务的搬运工啊你呀？”老板他不理解我呀，我受过伤，离过异呀。孩子他妈就是嫌我没本事买大房子，说家里待不下，跑了。我寻思呀，咱咬牙贷点款，咱买个大房子，让我前妻后悔，他人眼看狗的。咱要买，咱就买大品牌，咱买恒大。但他有一说一，那个小区大门是开了个老气派，跟天安门城楼似的。我当了一辈子的和尚，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宝贝大门啊！要是能住上一天，我死也瞑目啊！就是这里头的房子，他们是不是给忘了？又是你这个毛脸和尚，来人了，把他唢呐给收了，又来搅和。媳妇儿都被八戒给背走了，还有心情搁这儿吹唢呐呢。3年了，前妻的房子是越换越大。你也别说，这猪八戒还挺有本事的，那装修啊，把我眼睛都闪瞎了。那马桶都会唱分手快乐歌，幸亏不是你陪我到最后。我呢，变大的只有前列腺。我想起他跟人跑之前撂的那些个狠话，句句都跟刀子似的，说我就是个烂人，说我连撒尿都没有准头，尿不准没事，咱人生有方向啊。房子是烂尾了，但咱房烂，咱人不烂。3年了，我可是一期房贷我都没落下。咱命苦不能怨政府，国家也不容易啊。要都不还房贷，那机关食堂中午1块5的大鸡腿不就没了？再说咱孩还得考公务员了不是？咱孩还得吃大鸡腿了不是？
抱着这样的希望啊，我就回家了。一进家门，孩子还搁这学英语呢。哎，看见我就哎，爸，你不是去公司了加班了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说老板让我回来了。他说了，他个人没有私利，公司的宗旨是一切为了员工。老板让我好好休息，说这退休年龄不刚延长了5年吗？咱有的是时间呢。退休不必有我，我在必定延迟嘛。接着我就趁着这个机会，我就继续教育孩子，孩儿啊，你别管我呀，你就一门心思学习，考个好大学，将来当公务员，当领导。可不能跟恁爸一样啊！恁爸我要是领导，恁妈还会跑？别人的妈呀，都得一天天往咱家跑。我就是满地乱尿，他们都撵不走，还得说我尿的好，谁还敢嫌我尿不准？再晃，那也是领导的尿。儿子听不下去了，爸，你这也太拿衣服了。我说啥？哪衣服？我不能，就咱这40平的破房子，放个屁都能当暖气，你也好意思冷？儿子说，我是说拿衣服，英语很傻很天真的意思，你懂不懂啊？我说咦，看给你弄的，学了几句英语都敢教育恁爸了，你咋不上天了？儿子说，爸，咱得现实一点，这领导岗位啊，它跟艾滋病是一样的，主要靠血液传播。你就看最大那个领导，你往上看，人还是小蝌蚪的时候就开始算工龄了，那是读书读出来的。人家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坐上东风快递了，我高中了还在这儿蹬共享单车呢，我蹬，凭什么我这么累啊？我又挑担我又牵马的，不是咱引擎不行，是咱脚蹬子都掉了。咱就是活到150岁也撵不上人家红色基因呀。一品，你细品，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？ 我一听啊，可觉得大了蛋了，我这心里背的多难受了呀！我说孩儿啊，咱哄不上就算了，咱学个英语把口音给染黑了呀！谢谢大家，我是 Max， 祝粉丝们万寿无疆，都活150。我没想嘲笑老麦，谁还没傻过？我们都是从愚蠢中一点点醒来的，但觉醒不是看几本书、看几条视频就能完成的，它往往是在某个瞬间，你突然就觉得不对劲儿，这个世界的剧本好像从一开始就是假的。你看到这些人啊在台上卖力的表演，而你和我呢，我们只是坐在台下被安排鼓掌的观众。我们自以为是努力型选手，其实不过是系统的 NPC。 这时候你才明白，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有人给你蒙上了眼罩，套上了龙套，把你驯化成了不停拉磨的驴子。这种摘下眼罩开天眼的瞬间，你有过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当然，开了天眼只是看清楚了而已，还不够。所谓啊，知行合一，我们的脚步呀要跟得上认知才行。
我们需要做出改变。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上一次主动做一件自己想做但从未做过的事是什么时候？不是让你改变世界，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，是改变自己跟这个世界互动的方式，不再被动接受，而是主动选择。你周末去上一个陌生的兴趣班，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有好奇心，还有学习能力。你早上6点起床，不是为了工作，而是为了30分钟的清醒写作。你不想当作家，只是想提醒自己，我不是一具上班机器，我也有思想。乔布斯说过，在过去的33年里，我每天早上都会照镜子问自己，如果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，我还想做我即将要做的事情吗？每当答案连续很多天都是否定的，我就知道我需要做出改变。改变自己，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难。有时候捅破那一层窗户纸的代价，可能是你和亲人的关系，可能是你安稳的生活，甚至是不得不重新开始你的人生。但你必须问自己一句话，我真的甘愿一直活在别人的剧本里吗？就像老麦，每天被老板压榨，尊严扫地，他当然知道应该反抗，但就是下不了决心，迈不出那艰难的第一步。但你不是他，我相信你是万中无一的觉醒者，是已经准备好脱胎换骨的未来强者。所以我要问你，你有勇气 say no 吗？今天再不叫饭，就别他妈来上班了。怎么还不来做饭？晚上孩子有课呢，知道吗？快！一天天的，就这个潘云的破视频，挣我1分钱吗？日子一天都过不下去了，还活150年，这一天天的。快点给我过来！来了。看到这里，我想你已经明白，这不是一支普通的视频，他想对抗的不是某一个人、某一个政权，而是整个困住我们的思想牢笼。我想说，人生的长度不重要，能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才重要。感谢你陪我走完这段旅程，你愿意醒来，愿意去面对，那就已经领先了99%的人了。现在就差那最后一步了，把这支视频分享出去，分享给你关心的那个还在迷茫、还在内耗、还被困在剧本里的人。也许他需要的正是这一记理性的耳光。你的一次随手转发，就可能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。同时，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有没有经历过属于自己的顿悟时刻？你最想改变的又是哪一点呢？我会认真回复每一条留言，甚至在下一期视频里用你的故事来开场。如果你觉得这支视频讲的还算真诚，给你带来了启发，那就点个赞吧。不是为我，
而是为你自己，点赞那个正在觉醒的你。我是 Max， 一个还在不断觉醒，也在努力陪你一起成长的创作者。我在自由的世界等你，我们下期见。